现在来到秘密大院，被关以有辱人格和不人道，被指控男人、妇女和儿童，成为了虚拟囚犯，全职工作和生活在极为恶劣的环境。不可思议的事情是，他正在一个市郊邻里的中间。这是布莱恩西摩世界独家报告，与那些逃脱了的合作，他们现在讲出来了。这是澳大利亚的监狱。你告诉我，正在这里，孩子、成人、外籍人士被关押，基本上是囚犯，在这里雪梨的正中心。差不多了，我住在一间车库，大约1年半，也许2年。今天很好，我是第7频道今天今晚节目的布莱恩西摩，谢谢你。沙恩的故事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虐待儿童，这是一个被奴役孩子的故事。就在那里，他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一个在郊区的中间的大院，一个儿童和成人被送到的地方，以可怕的方式予以处罚和纠正。沙恩·凯尔西是21岁，才1年多前，他从未使用过互联网、看电视或跟随媒体。你不许读任何书籍，除了山达基的，你不能读报纸，没有收音机，没有电影，什么也没有。沙恩说，他被关押，他的培育是看我们所有外人是可悲的、无用的、愚蠢的。我住在一间车库，直到被风暴淹没，我妈就真的生气了，因此我搬进一个壁橱，它是一个楼梯底下的壁橱，也许2米长，1米宽。这是真正的澳大利亚山达基教会总部，在雪梨近郊的登打市，是康工队基地所在。它代表康复工程部队。这是山达基人被送来处罚和培训，为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视为微不足道的罪行。有人承诺会来和我们交谈，但还没有发生。50多个要求以摄影机采访已经断然被拒绝。归根究底，是他们不想让人们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。那些曾住在里面的，如沙恩，说这里是像一所古拉格监狱，但这些都是普通的房子，这可能是在澳大利亚的任何近郊。这里的人会被吓坏了，如果知道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并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，一直持续到今天。这是沙恩·凯尔西幸存的故事，逃脱了并与他的父亲重聚，重入真实的世界。沙恩·凯尔西的父母在雪梨致力于山达基，所以他们把6岁儿子沙恩放在他的最高核心。小沙恩与11个其他孩子搬进一个小房间，他的故事由此开始。满了7岁，我们会在街上走，我们会有约8人、10人。我们去使人保证过无毒品生活和这类事情。这样做时你几岁？我第一次开始这样做时只有7岁。我签合同18岁。什么合同？这是11年的合同。11年的合同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你志愿服务教会11年。多久才看到你的父母？1星期。沙恩的父母不久就会分离，他的父亲艾德里安离开山达基并移居海外。儿童在这个地狱坑的工作日程是全职的、艰苦，并没有奖励。当你8岁时，你每周工作35小时；当你满14岁时，每周时数增加了多少？14岁时，我在厨房工作。每天早晨，一个军事典狱必须要操兵和敬礼，致力于从被蹂躏的星系间拯救人类的大业，是由科幻小说家山达基创始人描述的。我们不时操兵、密切演练和类似的东西。为了什么？你准备战斗吗？不，只是因为这是一个纪律形式。他们身穿全黑制服，必要不断跑，永远不可以走。所谓家庭教育，只是忽冷忽热地提供了，首要的是艰苦劳动和洗脑。当你满15岁，任何人也直接退学，不论你在什么年级，有什么读写能力，什么样的数学水平，你直接滚出去。食堂食品售价每餐为30仙，主要是豆和米。
那些人胆敢提问这个地方的残暴，会被迅速和严厉的处理。他们以往住在我们的壁球场下面，这只是一个泥地，我们会摆人入那里，他们便会住在那里。沙恩到了15岁，已生存在一场噩梦里，即使现在他也要内心挣扎才能相信。只要我1到15岁，每星期做7天，每天14小时，这是每星期100小时。是。沙恩和其他儿童当奴隶，整天做饭，天天如是学习和抢注用他们可以得到的，不论怎么短的睡眠时间。我们会得到4块钱至35块钱，35块钱一天，1星期。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。但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法律中，这些孩子的工作时间不是非法的。现在这是非凡的，但这是实况。那些需要吃的，其中有亿万富翁詹姆斯·帕克。几年来，从2002年开始，帕克来到了山达基教会，在早晨接受听息和指导。你得到多少钱替詹姆斯·帕克做饭？我们没有获得任何东西，没有奖金，你只得到这只是做一餐饭，没有任何建议。帕克先生知道谁在准备他的饭菜或他们的工作环境，你为他煮了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这就像牛排和薯条，或一个好的沙拉，或煎蛋卷，它要是好的，就像不能马虎。帕克先生在2008年左右离开山达基，直到2年多后，沙恩才为了他的自由而突破。在2010年底，阿德里安·凯尔西决定拯救他的儿子。他邀请我们记录这个尝试。他告诉警察他的计划去那大院，并要求释放他的儿子。他已经准备好抗议的牌子，如果他们拒绝让他出来。接住这样，4年来，父亲和儿子首次见到对方的时刻。沙恩和阿德里安被山达基执行者跟随，所以沙恩不情愿地回到大院，为了避免麻烦。仅仅1个星期后，他被送往大院边界附近工作，而他做了一个突破。山达基不可以糊弄家庭。沙恩经过了14个月，才摆脱了山达基，发现真相，了解真正的世界，并说出他的故事。这是一件好事。如果他们站起来并表示对不起，这是不对的，我们要改变它，但这是不会发生的。这是佩塔·奥布莱恩。在1997年和2000年之间，他住在康工队基地。他证实了沙恩诉说的恶劣话。你做2个小时的工作，然后你去学习2个半小时和5小时的看工队，然后你再去工作。鼓励用实处。现在是一个成功的建筑设计师。佩塔认为山达基没有提供社会任何的价值。停业关门，所有工作人员回到自己的家庭和过他们的生活。这是有辱人格和不人道的待遇。律师格纳·奥多诺万以珀斯为根据地，并以他的时间和专业知识致力于帮助邪教幸存者寻求正义。他还与聂明克的成员参加运动。聂明克是基于网上的组织，并提高了对有关山达基的认知。我想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他们已被说服，这是适当的，并且群体是比个人更重要。无党派的联邦参议员尼克西农峰一直提倡一个运动，照亮在这组织中心的黑暗。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，这组织切实的是由澳大利亚纳税人资助，因为他不交税。沙恩得回了他的爸爸，然而他的母亲仍然留在山达基里面。我希望我妈妈听到这个节目，鼓起勇气，切实找到他，观看他，并找出真相。他将不得不离开。是，他会的。不，他将要逃走，离开不会是一个选择。他们不会让他离去。山达基教会拒绝接受采访。在这个书面答复，山达基否认任何的虐待成员，任何在计划中的人，因为他们想在那里，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在任何时间撤回，在诱导期间或迟一些。当沙恩在2010年底离开教会时，
他钱翠拿了包子走出门口。沙恩已经改变了他的故事，这是很可悲的。以往宣传山达基的名人，很可能想不到有像沙恩的人存在。现在他们知道了。我重新获得了一个儿子，我得到他我回来。得到父亲。这是布莱恩西摩的报告。我们了解这个故事中的资料将被发送到工厂关系联邦部长比尔手腾。如果将来有什么收获的话，将让你们知道。